Look at my chicken！ 这一期节目和大家都有关系，当然也和我有关系，因为在上一期节目讲，从中国来了大马以后，我们重新爱上的7种食物里边呢，有一条观众留言啊，特别好玩啊，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哥们儿怎么不戴假发？”但是这个一开始啊，没有引起我们很大的注意，为什么导致今天我们要特地来做一集节目呢？我就觉得各位啊，尤其是大马人的回复啊，王太讲这个叫替我们怎么样？我觉得是很暖心的打抱不平，我看了非常的感动。好，暖心的打抱不平，是我们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文化上啊值得探讨的空间。各位好啊，我叫威廉，母会全家2023年到大马生活，现在是第4年。我们想在40岁以后在大马开启人生下半场。今天是我们到大马的第1170天啊，也欢迎您关注我们在大马的人生实验到底做得怎么样。我的视频啊，平均点赞率我看只有5%，我希望啊，通过我的努力和大家让它提升到10%，好像也值这个吧。好，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我想问一下王太，你刚才念了这条评论，那一开始为什么你说不在意呢？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常见的，我们从小到大作为一个中国人所接触到的各种来自陌生人的所谓的我为了你好的这种带着所谓的关心的这种奚落嘲讽，我觉得听得太多了，当时心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来了个爹？还有呢，就是做 YouTube 嘛，那难免啊碰到各种喜欢你的不喜欢你的。你说我们一直来讲，我们在班上都不是那么 popular 的人，我们做 YouTube 当然很难说所有人喜欢我们的人格，我们如果还有些什么魅力的话，大家都会喜欢，我觉得很难呢。我自我评价我的受欢迎程度应该是 below average 的才对。那我们也收到过各种各样的，甚至于要更加可以说是恶毒的这样的评论都有的，对不对？对，所以这条算是轻量级的。不过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毕竟你做 YouTube 这3年多，这个来问候你这个光头的，这个倒确实是第一条评论，是它还挺有意思的，这让我们有感到一些熟悉，是吧？你马上就感到一种什么样的熟悉感来了呀？你跟我们说说看吧。熟悉感不就是太多了呀，从小到大长辈们会以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然后当众去说一些你的所谓的短处嘛。比如说我小时候也是有一点胖的，我爸爸就会在所有的亲戚面前说，他很爱吃肉，胖得像肥猪嘛，会在这么直接吗？对，就这种话嘛。因为从小到大，一开始我觉得是我玻璃心了，然后我还被我爸妈骂，我爸妈说我心眼太小。类似于这样的话，然后后来到了职场，然后你发现你的同事啊，所谓的上级啊，他们经常以这种关切的这种姿态，其实来奚落你的一些缺陷，比如说，还比如说我很怕热嘛，有的时候冬天在办公室里面穿个短袖，就有人说，哇塞，你这身体怎么这么好？就类似这种，就让你听得很怪，好像你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是你的错，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说，你没有头发这个事情，本来脱发它是一个很正常的疾病嘛，对吧？一个病症，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我不是要这样的耀眼的事情啊！你本人都看开了 ，why so？ 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样大的这样一个疑问？先说熟悉感啊，就是我自己啊也是有的，因为哪怕其他人我们不讲他，我们讲身边啊。当我决定要理光头的时候啊，其实我的父母都很诧异啊。我询问了他们的意见啊，因为当时啊我的脑袋还是一片红色哈。这个有一句话说，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让我这个孔子又学得特别好。我去问爸爸，然后呢他们又说，这个你自己要注意啊，这有可能别人会觉得你是从山上下来的。你知道大家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吃牢饭，吃过牢饭。对，是吃过牢饭，那导致我自己也很久下不了这样的一个决心。我总觉得哇，这个改变太大了吧，别人会怎么看我啊？你看这个容貌焦虑啊，先不说别人，自己给自己这种社会化以后强加的就很厉害的，对吧？是吗？我倒是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一个纠结。我当时唯一纠结的一点是，我担心你把头发剪光了之后，你会就天气会冷，然后天热的话头皮会暴晒，会晒伤。我担心的是这个。重点啊，不是我。但如果你对我在光头感兴趣啊，今天就坦白局啊，最后的
时候，请王太跟我来一个快问快答，关于他能想到的我光头的事情啊，我所有的都跟大家来说一说。好，那么我们说回来，我们都没有在意，但是你觉得比较好玩的，还值得探讨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老实说非常暖心，就是你会发现这一条，跟节目内容完全不相关的评论，竟然有好多人在下面开始留言嘛。留言之后你就会看，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暖心啊。请看啊，平时其实留言啊，王太打理的比较多，我都还没有仔细看。那么就先请王太来读一下有哪些留言，让我来听一下，我来品一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一位 KL0414 的观众说，为什么要管别人的形象？他开心就好了。下面有30个点赞。对。Okay. 然后还有一位是 Ivan 的观众，他说你怎么不叫 The Rock 这个 Vincent Diesel 还有什么 Jason Statham 在讲话出来演戏，就是极速飞车里面那个。OK 他就说为什么不让这些大明星戴假发出来演戏？对2个问号，对，非常义正词严的在问。然后还有一位是Linus TW， 他说 Why so obsessed with hairs? Do you know some of the sexy men alive are bald-headed? The Rock, Jason Statham。 我比如说又说到杰森斯坦森啊，本来你看我们过去了经常受到这种评价，没有在意，但是大家的点评不但让我们觉得有意思，而且还很好笑，更有很多人因为这个把我捧得很高啊。所以我来先念完以后，对，念完这位 Linux TW 的观众最后2句话特别的暖心，他说 Just be yourself, it's your inner energy that shines through and not your hairs. Be yourself 其实这也是我们到大马很大的领悟等一下我们会探讨到再来。还有，然后我们一位叫 Jane 的观众他说，博主认为光头是魅力，不可以吗？问号感叹号。我真的觉得光头是我也是想难道我们觉得挺圆润的吗？接着来其实大家真的是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位叫 Ego 的，这也是位老观众他说只要不妨害风化，在马来西亚都随便穿的。要是按照你的想法，女博主岂不是要个个化妆整容了再上镜？大家都是人类，不可能整条街都看到李嘉欣和迪丽热巴的啦。要接受人原本的样子。OK， 你看真的是很恭喜哪里的样子。然后还有这位叫Joe Hong 1260的观众说，哥们儿不戴假发是有爱到谁吗？对啊，没有爱到谁啊。还有 June 这位观众说，管得太宽了吧？哎呀，我也是这样觉得的。这两位是一样的想法，你知道吗？说没有妨害到别人。对，我们来看大家思维背后全部念完以后，我替大家总结一下还有一位叫 Lee Dane 2694的观众说，他不是秃头，他这是造型，你不能我才是秃头。哎呦，这个你失望了，我真的有点秃但是呢，我经常强调说我不是光头，因为如果带上科学的角度，它总有薄薄的几毫米在这里，是不是接着来观众还不惜把自己出来帮你挡箭，他说我知道了，他说我才是。对，但是不影响观感吧，不用对别人的外表指手画脚啦，很不好看。还有一位Janet 吴7854这个观众说，也是非常温柔的这些话语他说我第一次来这个视频，反而非常喜欢博主的秃头，非常真实自然。我喜欢天然自然，不喜欢 AI 美颜。如果加了假发，我应该不会来了。这位观众连你有没有美颜他都看出来。对，我也很 appreciate 这一有没有美颜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家看到的直播也好视频也好基本上我都是不论我是胖的时候还是瘦的时候，都是不开美颜的，是 zero 但是这位观众点出了当今视频界的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视频，如果你看旁边后面的背景会有点扭曲的基本上都有开美颜，不论是男博主还是女博主，我不觉得好和坏就像化妆一样但是我是不开的，因为我们还是为了秉行个人的真实的。反正我觉得我这个样子在大马应该能上镜吧，不至于有碍风俗或者不讲礼貌。还有我们的观众 Akira Liu 90他说光头怎么了？犯法了吗？还有F Flow 7360观众说真的管太多。
然后我们的朋友Sylvia 在下面特地留言说，为什么要去改变 William？ 他喜欢怎么来就怎么来吧，不改变，哎，这个挺好的。对对对 Sylvia， 其实我是无奈啊，因为没有比光头更好的选择了。还有一位观众的话也是非常的温暖有力量，他说他是North to South 6677，他说这是他的风格形象，你看不顺眼就不要看。我们有句话是这么说的，看人不顺眼是自己的修养不够。哦，他是从修养的角度，哎，很好，这等一下我们也可以聊到哦。对，不要走开啊，我们会聊到哦。Wonderful Share 说没问题啊，如果他愿意的话，也可以当柚子的代言人。真是哇，太绝了！图正好是对，太绝了。哎呀，谢谢。OK，还有一位观众是叫Willie Song Leon， 716，这位观众说 ，judge 别人外貌的这位，可以传一下你的照片，让大家看看你有多美吗？知道 judge 别人的外貌是很不礼貌、不尊重人的行为吗？你的父母还有没有教过你？还是说这是一些中国人的素质？对，正好讲到这个呢，我想也说一下，不论是哪国人哈，我比较确定的是不论是不是中国人，但像王台讲的，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式思维，是我们在中国生活的时候经常听到的那我们是很反感这种思维的，这个也可以坦白的来说。我还想要说一下，不论是有钱还是没钱我这么讲是因为我记得发的人还说这个我们做视频叫网络乞讨我觉得这不论有钱没钱它其实是关乎一种礼貌。我很确定的是你不太有礼貌这是我非常确定的。至于教养呢，我觉得这位观众的评论呢，也不要说没教养，因为有很多人父母是教了的，但他不会那就是个人的选择，没礼貌。我想还有一种可能，他因为是在屏幕之后，如果他有这个修为，他能够指着你的面，然后手指着你说你怎么不戴假我估计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很少当然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直播。Again 我想再强调一下，我真的不那么介意我也不那么生气有视频为证我在会员视频里录过叫我爱黑粉，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王太还有什么留言的还有还有我的观众已经开始给你心灵疗愈了我们这位观众 Petanco 369说10个光头9个富，这句话我没听到我记得我还不高了时候还有一个 my food 因为就是我还有我们的观众潇潇迪 QI 说你嫉妒自己没办法光头吗？你以为光到发亮的头是谁都能拥有吗？你看多好呀，剃了光头没2个月头发又长出来了好吗？这个观众头发不长出来是很难的 OK。 这个观众太可恶了，你直接把我想1周剃一次的想法提升到了半周剃一次为了保持你讲的光亮我有时候都嫌自己不够光亮你太坏了还有吗？还有观众Tio Lai 5082说这个形象没问题的，好像香港的阿宝，但是偏偏要拿柚子出来，真的相映成趣还会减肥柚子很大对很多对，还有就是Poker Face 5113说一边叫哥们儿一边歧视中国人，人格分裂你奇怪叫你哥们儿你感觉是挺熟人的那种感觉怎么后面这一句话出来确实是冒犯当然各自有各自的解释吧。好，我想说背后一定有文化的现象那对于中式思维的批评呢，我觉得可能不是重点，我们可以把它略过。王太你怎么想？我们以前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些说法就想到以前你连线过的一个博主，长期晕倒症患者，他对马来西亚人他来旅行之后的评价就是觉得马来西亚人非常有边界感我觉得我们缺乏的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边界感也许你可以在心里面小声的 OS， 但是你在一个大庭广众就是讲这句话出来，有没有想过会伤害到别人这个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个所谓的越过这条线的这个边界感我们好像确实比较少一点。就直说吧，中式思维我们就觉得缺乏边界感，对吧？这个也毋庸讳言，我们节目中反复提到。那么第二点呢，我的想法是
我觉得我们思维中啊，还多少，我是说我们啊，朋友啊，我们不要，不是说你，我说我们的思维中啊，还更多的有一些容貌焦虑啊。我刚刚不是分享嘛，我自己都要去剃光头的时候，都很担心、很焦虑啊。在我生活的文化圈里面，我刚剃光头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有一些异样的眼光。那随着自己啊，这个工作变得不一样啊，自己的这个地位好像有点提升了，很少人评价。但是我多少是知道，很多人讲到光头的时候，是有一些负面和贬低的情绪在的，这个也是一个现实状况。啊，不过呢，我们马上就来讲一讲为什么一样的事情，大马人看到的是完全另一面。就是在我们觉得稀松平常的，大家看到的一些，好像都是我们没怎么想到的。这些我觉得有闪光点，我们叫择其善者而从之，是可以学习的啊。你看刚才你念的留言，我先说第一个感想吧。就很多人讲叫 be yourself， 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或者没有爱到你，对吧？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我们相对缺乏的。我们在大马是慢慢修养和培养be yourself 的过程的。你有这个感触吗？对啊，我觉得就是可能马来西亚社会的这种多元性嘛，所以不管是从容貌，还是说看到别人受了这样指责，或者说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评价之后，他们会自发的上面出来安慰你，然后会帮你去打抱不平，这样的一个行为本身就是很有包容力的一种真正的爱嘛。爱就是他不是希望你长成他希望的那个样子，那个有头发的威廉，而是那个享受每个礼拜要剃头发的，然后这样的一个威廉，就是这种包容力的话，我感觉真的是太温暖了。那第二个感受呢？你看我们在大马生活啊，经常看到观众各种评价，我们也看各种社交媒体对各个事件下面大马朋友的评价，礼貌啊、修养、教养这两个类似的字啊，其实我们是常常看到的，说明礼貌、礼仪廉耻，其实在大马的至少我们接触的华人社会，其实马来人也是一样，对不对？我们经常听到，是根植于社会的土壤之中的，是这个社会茁壮成长的一个很好的土壤。我们经常听到，你有发现吗？是啊，真的就是他们明白说有一些话当讲跟不当讲，不管你是在被人看得见的地方，还是说被人看不见的，面对这个坐在键盘后面，都是表里如一的这样的 kindness。是的啊，这其实你有把它上升到是一种 kindness， 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啊。那大马的 kindness 就体现在法理情。你看我们刚刚讲第一点该不该有很多大马人也讲，又没有妨碍司法，又没有妨碍到你，也没有违法，是吧？大家会经常提到，但是这个不够啊。如果有很多的 rules， 其实有些社会是我们很熟悉的，它也可以很发达，但是它缺乏一点什么，让你感到温情的这个东西，而礼的存在又让它默默的软化了一点。最后就是情，别人对你的支持能够让你感到温情啊，就像这我相信也是王太你讲，感受到这些打抱不平是一种温暖在里面，对，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对吧？就想想我们也是一个小博主，然后就像你所说的，我们是资质平平并不出众的这个博主，能够收到这些素未谋面的观众，然后在网络的那一头持续不断的，你可以看到这些留言很长，很多是一再的被回复嘛，会发现说何德何能哦，真的我们怎么配得到如此的这样的一个关爱？我觉得呢，这也符合我们想要来大马的初衷啊。当你有一个想法，而且能被实现啊，这是我们生活在大马第1170天的感受，还是很幸福的。叫什么呢？就是追求某一种自由，甚至于是高级别的自由，是你心灵也会有一种自由，别人很少能够管到你，你可以追求你想要的东西，最终而成为你需要长时间探索和真正发现的最美妙的那个叫做自己的东西啊，为自己而活，这已经不容易了啊。这个非常非常感动。对，就是你为自己而活的这个自由，还有就是你放出来的自由，是你让别人成为他自己的这种自由，不是你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他一定要长成我要他长成的那种所谓的独断的专横吧。好，那么听到这里啊，都是
很关心我们的朋友啦，欢迎啊也关注订阅一下啊，或者加一下会员，我们每周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和一些独到的探店啦，生活的经验和体会和最内心的感受。好，王太来给我一个快问快答吧，我跟大家讲到光头，让大家更多的认识我一下。好的，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光头的？哇，大约是10年前，受一个前同事的影响，因为他是光头，他告诉我光头好处太多了。好的，请问第一次是直接剃？没有，我一开始先剃到了一个3厘米、1厘米，最后说来吧，干脆上一个光头，就直接推光了。现在是多久理一次呢？现在每一周啊，我都会重新自己理一次。都是自己理吗？对，都是自己的，这个成本非常低，特别方便，10分钟就换你一个圆润、光滑和清爽。光头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凉飕飕，这是你想的。第二呢，我也不怕出汗了。还有呢，就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一开始觉得哇好难看，自己觉得自己难看，慢慢觉得哎挺好啊，我很享受这样啊，我再也不需要什么去做各种各样头发的科技，让自己头发显得多一点。我就觉得真实的面对自己太爽了。我就是长不出太多的头发，我就是光，但是我是一个很亮的光，也很省钱，对不对？非常省钱。这10年没有再去过理发店了，理发师跟我拜拜了啊。有过自卑吗？一开始是有过的，就觉得哇太不习惯了，父母也不支持啊。幸好你那个时候是挺支持的，也没有说是你想理就去理，那么我就理了。一开始觉得哇，就像我没有穿内裤一样跑出来。我想这个留言的不开心的观众啊，他可能也是这样想的，他只觉得网络上你要打理好，我是来看你的这个老爷哈，你应该好好的给我演一演，我才能够打赏你，好像他给我出了很多钱一样啊。那有一点这种自家的容貌焦虑。是的，其实在你剃光头之前，我们试了各种方法，我给你买过那种药水，我们也试了很长时间。怎么把它立起来呀，做一个发型啊，我觉得是浪费钱，就是不愿意面对自己。好，今天明确的告诉大家，我就是头发不多才剃的光头。戴假发是什么样的？好，看这些照片吧，让大家看看假发大概会变成这样子啊。Look at my chicken! Darling, this fan is fabulous. Chill, man. It's all good. OK， 做这期节目其实目的也是为了谢谢这些留言的观众啊，因为我们虽然不生这个最长这位观众的气，但是跟我们留言打抱不平的观众，我们还是要谢谢你们啊。同时啊，如果你多吃一点坚果的话，我相信你能够长出头发，不要以后像我一样好吗？坚果就可以到我们的网站购买。拜拜，大马，告别啦。大马告别了，这是什么梗？什么乱七八糟的？